所以我就是脑海中一直重复着他叫我就是姐姐那个声音。OK， I think I'm ready for this.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阿，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有一些影片在 YouTube 是非常重要，可以鼓励到人，也可以让人感同身受的影片，其实需要花很大的勇气去准备它。我在创 YouTube 频道以来就很想要讲今天这个影片。前年的7月3号，我交完论文的时候，也很想要讲这个影片，因为那一天我接到我小学同学，他不知道，应该是因为身为 LGBT 的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为 LGBT 有时候感情比较难走，不可否认，所以他决定结束他的生命。然后那一天我交完我的论文，我整晚没有睡觉。我回到家准备想要睡觉的时候，就听到他过世，然后我就哭到睡着，就像是经痛，然后你痛到睡着，你已经不知道你怎么睡着的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影片，我实在不知道我能不能很有逻辑的跟大家分享。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过去有2段，想要自杀的经历。其实有3次，但是第一次就是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因为那本经，并不是因为身为 LGBTQ 这样子。我会跟大家分享3个可能可以帮助到你。但其实第一个原因，第一个方法会让我还活着的原因，可能不一定会帮助到你，但是假设你有兄弟姐妹的话，也许可以。所以我又想了另外2个，是过去这几年来，如果我很忧郁的时候，我都怎么样去寻求帮助的。我刚刚已经试拍过2次了，所以如果第3次，我想要先把眼泪都哭完，所以第3次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哭。我第一次印象很深刻，有计划我要在哪一天在妈妈在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上。我每一次自杀的方法我都没有想过其他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就是跳楼。因为我觉得一跳下去就可能就是马上死掉，有可能是因为以前家里住在18楼，所以我觉得一跳下去可能就算那个痛也只是瞬间，然后你就没有知觉那样子，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其他的自杀方法。最让我印象深刻，让我怀疑说我才是不值得活在世界上的那一个是当他站在阳台，然后说，要么就是你选择男生，要么就是我现在从这边跳下去。那当时我当然就是哭着跟妈妈讲说我会选择喜欢男生，所以我们2个人当时在吵架的时候都是边哭边在吵的。当然最后就是已经不像是在吵，像是就是很悲情的吼还是什么的。所以当时我回到房间，我就开始怀疑，说我才是那个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但是有一些不快乐的回忆会让你很印象深刻，有一些不快乐的回忆是像我自己国中住在上海回忆，有很多其实我都记不太得了 ，which is a good thing, because I really don't want to remember them。所以我有点忘记我2011年当初是怎么样。我当时真的有想说，我一定要在我妈在的某一天，然后我就跳下去。对，因为那时候那一年2011年，我们家人就是除了我之外，有就是上海、台湾2边跑，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妈在阳台那一刻，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是要你在家里的时候，让你知道我是因为你我才想自杀。可是 at the same time，I absolutely felt like 我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不起，其实真正在我日常生活中，我讲话是中英文混杂的，而且是比影片还要多的。最印象深刻的那一次，然后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自杀的话，然后是因为你觉得身为同志你不被这个社会接受跟允许的话，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可能3个资源。然后第一个原因是让我为什么现在还活着的原因，其实也是我在1个月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这是最重要，为什么我还活着的原因。我在1个月前跟朋友晚上一起去便利商店吃冰淇淋的时候，我讲出了一句话，让我自己都很吓到。当时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今天我没有弟弟的话，我会不会2013年1月6号之后加减几天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跳下去了。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很印象深刻，我弟才小3，我们差9岁，所以你知道，很多兄弟姐妹感情好，可能是因为他们年龄差很近，可以聊很多很深的话题。可是当时我跟我弟，可能是因为佳佳那一本很难念的经，所以我们有就是一起有一个很强烈的 bonding. I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say like strong bond in Chinese, but like I will try to. 我会尽量找翻译，所以我们感情一直都很好。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比2011年还要惨，是我真的已经坐在我的书桌上，然后我的书桌跟窗户大概就是只有一个大腿的宽，然后我已经把窗户打开，我已经把纱窗打开了，所以基本上我记得那天晚上就是只要我真的想，然后身体就是倾斜，我可能就真的就是可以跳下去。可是因为我弟的房间就在我后面的隔壁，就是假设今天这是我房，对，这是我房间 ，of course this is my room 然后他就在我后面，然后他的床就是靠近这个墙壁，所以我就真的就在想说，那个画面，如果他隔天早上起床，然后想要来房间找我姐姐，然后姐姐不在了，然后爸爸妈妈怎么跟他解释？所以我就是脑海中一直重复着他叫我就是姐姐那个声音，所以还有因为家里有那本很难念的经，所以我后来又觉得我不能放他一个人，然后读那本家里很难念的经。就是如果今天家里那本很难念的经，就是如果家人没有要解决，父母没有要解决的话，有时候小孩子就是一直很想要解决，就是家里面的问题，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对。所以我就觉得舍不得他一个人在那边解决，好像就是除了他，其实当时我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而且我在学校其实人缘还蛮好的，然后我可以逗大家笑，我知道有很多爱我的人，所以当时我真的觉得没有留恋，which is a very strange thing。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事实也在里面吧。就是很多想要自杀的人，他们其实不会跟任何人讲，他们就直接走了。其实我当时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想要自杀这件事情，是一直到这几年，6月不是都有那个什么 LGBT 骄傲月或什么的嘛？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下礼拜要去东京同志游行，然后我最近可能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刚好有跟朋友提到自杀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算是我已经不知道我下次什么时候还可以再鼓起勇气拍这个影片。第一个，我觉得如果你开始怀疑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告诉你，拜托，请你想想你的兄弟姐妹。那为什么我说第一个不一定适用每一个人，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兄弟姐妹。就是假如你今天跟你爸妈感情不好，也有你的兄弟姐妹，然后我知道我们亚洲人都不太会表达我们的情感，就是可能我们今天会担心他衣服穿不够，我们就会说，你干嘛不穿件夹克？但其实我们内心是担心的，我们不会说就是，我很怕你会冷，我们只会对朋友说。所以你可能有时候不知道你的兄弟姐妹到底有多爱你，或是你身边的朋友有多爱你。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开始在怀疑你自己的生存的必要性，或者是想不开的时候，真的把那些感觉讲出来。即便今天不是一个咨商师，起码主动的去找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人是爱你的。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为了你自己而活的话，过去这几年我有时候很忧郁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是在为了那些爱我的人而活。我要为那些爱我的人而坚强，
所以我要去找到帮助我的资源，让我可以不要那么忧郁。第二个资源就是我刚讲的諮商师，或是没有钱諮商也没有关系。我自己还有一个方法是，我会去找书，然后了解什么是忧郁症，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难过的情绪。OK， 我发现其实我刚刚已经把我要讲的3个字都讲完了。对，第一个就是想想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想想那一些还爱你的人。然后第二个就是，就算今天你想不到任何人，他们可能爱你，把这些感情都讲出来，不要觉得说，因为我从高中我常会觉得说，把负面感讲出来好像是很麻烦人家。每一次跟别人诉苦，你知道我最后都会跟他们说，就是真的很对不起，而不是说谢谢你之类的。对，但是就是讲出来，你才会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多少人爱你。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寻求帮助这件事情，就是諮商师，我知道在台湾还是可能有很多人不敢讲他们有去看諮商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去看就表示我有精神疾病。我知道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去看諮商师还是没有去看諮商师， but it is so important to talk about it. It does take a lot of courage, of course.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讲出来的话， then like more people will be like, okay.So I can actually do the same, you know? 我也可以去看諮商師，我也可以寻求帮助，我可以爱我自己，我可以想办法让我自己变更好，或是让我自己不要这么难过 ，because I love myself, you know? 还有一个我常常用这个来安慰我自己的方法，就是我不知道你可能会不会认同，或是你想不想要这样子去思考，或是走这样子的路。所以我觉得说，不止身为 LGBT， 还有身为女性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生来就是 fighter， 就是一个战士。今天只有我们能继续在这边把这一个一辈子都要打这一场仗。今天只有我们继续打下去，我们未来的小孩或是后代才可以有更好的生活。那这一招有用，也有可能只是因为我很爱小孩，所以如果你今天不爱小孩的话，你可能就觉得 Who the fuck cares about the people afterwards？ 如果你今天真的情绪很崩溃，或是很受伤，或是怎么样的时候，我希望你看到这个影片，就算你今天身边没有任何一个 LGBT 朋友，像我高中一样，你没有任何人可以讨论 LGBT 的事情，我希望你看到这个影片都知道我们是爱你的，我也希望你知道我们是存在的，然后我们都曾经有同样的想法，我们都曾经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可能我还没有分享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很多，就是在频道上面，因为 sometimes it really takes a lot of courage。我会尽量鼓起多一点勇气，跟大家分享过去的一些想法，或是经历，或是难过的时候怎么样对过去的。那我都希望你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知道我 I'm gonna be there for you。我希望就是可以陪着你，然后你可以继续看我的影片。那有时候我会讲一些女同志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那些都是比较开心。比较轻松，看到这一些代表性的角色，也会让我觉得说，哦，原来我以后的日子也是可以这样子啊。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都要快乐跟幸福的活着。今天不管你以后要赚多少钱，你下一秒钟人生能有多有成就，能多成功，这个成功也都是社会定义出来的。你觉得你有一栋房子就可以很幸福吗？你今年一年赚个1000万台币，你就可以很幸福吗？其实有时候就算你一年赚个1000万，你下一秒能不能真心发自内心的大笑出来都还不一定。所以今天我还是觉得，不管人生怎么样，健康、快乐、幸福，而且这个健康是包括你的精神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最能对自己交代，爱你自己，也最能对爱你的人交代。还有一个小小的题外话，就是我自己的宗教的关系，我们一直以来都相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自己的使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找我们在这个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我小6以来学到地球暖化，我就非常深深的相信这个地球没有我不行啊。尤其只要我看到有其他人类那么不爱地球的话，我会觉得我必须要好好的活下去。那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一个非常小的原因，
但是我只记得就是没有错，2013年1月6号之后，我脑中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只有我弟在叫姐姐的声音。还有另外一个题外话，可能很多人会比较担心，或是身边爱你的人会比较担心的是，假设你过去有计划性想要自杀，或者是有自杀的想法的话，你会不会以后还会再有这些想法呢？2018年之前的我是没有办法保证我以后不会有这些想法的，但是2018年我遇到一个自己内心精神上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因为那一件事情，我一直非常非常主动的在寻求帮助，但不完全是因为我想要为了我自己活下去，是因为我真的知道还有很多人很爱我，所以我告诉我自己，就算我没有办法为了我自己活下去，我也要为了爱我的人活下去。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宗教的关系、信仰的关系，我自己有体验过这句话。我接下来要说这句话就是：真正的幸福是我们能带给他人幸福。让他人幸福，那才是绝对的幸福。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想要主动的寻求帮助，在看到那一些爱我的人的笑容，如果我能继续带给他们开心，如果我能好起来的话，如果我能不要一直这么忧郁的话，看到他们的笑容，我才会真正的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刚刚讲的这两个题外话，第一个好像其实都跟宗教有关，都是跟我信仰有关，对，才会不知道是不是有造成一点小小的帮助，就是让我今天还想要好好的活着。其实2018年我也有想过，就是自杀这件事情，但是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两个字一进到我的头脑之后，我马上就是吓到，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我一定拼了命，我也要好好的活着，我也要为了我弟活着，我也要为了我的家人活着，对，我也要为了那一些爱我的人，或是这个地球上还需要我的人，需要我不要再买更多保特瓶，因为我已经没有再买保特瓶了，需要像我这种人活着，其他人才可以少买一点保特瓶，都没有关系。我就是知道以后不管经历什么大风大浪或是什么情绪，人生要休息都没有关系。但今天你要知道，很多时候爱你的人，他们只希望你就是活着，吃得饱，睡得饱，笑一笑就好了。他们根本就不期待你要赚多少钱，他们根本就不期待你今天要有多大的成就，他们就只希望能看到你那个笑容。而且你知道吗？你一个大笑抵过你吃2000个巧克力棒，所以笑一笑吧。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希望我下一个影片不会再 cry like a bitch。那我们就下次见。